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歡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員。思敏好，大家好。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趕快來關心到是美國的白領失業潮，這個是裁員潮來臨了嗎？這個大海嘯，川普最新消息在今天早上台灣時間，我們看到他的18分鐘的這個演講，政績現在被嘲笑說是秀詩林秀啊。那麼我們關心到是克魯曼經濟學家也示警說，美國經濟衰退已經陷入在前期了，美國經濟撐得住嗎？今天會一起的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今天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這一場這個演說高達了18分鐘的時間，被外面笑說是吹牛秀，因為川普他高喊說，在他的執政之下，美國的物價狂跌，就業率不斷的創下新高。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到了一些最新公布的數據，美國在今年前11個月已經有超過110萬人被裁員了，這個數字較去年暴增了54%。知名的科技業包括了亞馬遜、谷歌等等，微軟裁員人數總共加起來好幾萬人。美國選民接下來還會相信川普的話嗎？這是第一個。第二件事情，我們來關心到的是，現在白領方面大裁員已經擴散之後，經濟學家克魯曼警告說，現在就是美國經濟衰退的前期了。包括了穆迪也在預估明年2026美國經濟衰退風險高達42%，2026年的經濟會表現如何？等一下我們也會一起的來做評估。最後來看到是川普這一次在演講中，他特別提出來的未來的幾個計劃，包括了將會減稅，還有他說呢會換鴿派的聯準會主席來救經濟，能夠救得了嗎？政策之下，生活對於美國人來說會不會有所改善？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的來做關注。這一場川普上任1年交出的史上最自信的一場演講，我們要來看到他一開頭就先狂批前政府，他點名了拜登，他說我是在接手你的爛攤子啊。那目前接下了之後，正在努力讓美國比以前變得更強大。那麼我正在把它修好，他也誇口說自己的邊境政策從最爛已經變成最好了。他還自誇解決了中東3000年來的衝突，但是我們知道以色列到現在建國也才77年。我們先來看一下有關於川普他這場演講最新畫面。11 months ago, I inherited a mess, and I'm fixing it. 1 year ago, our country was dead. We were absolutely dead. Our country was ready to fail, totally failed. Now, we're the hottest country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are sending every soldier $1,776. 好，這一場演講被稱作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他同時呢也宣布了一項政策的利多，說要給軍人超過美國100萬的這些軍人，每個人可以領到1100多美元，換算新台幣大概是5萬多元，這個叫做戰士紅利。好，先來關心一下，因為他非常的自誇，說自己把這個美國的經濟搞得非常的好。那生活成本，我們先來看到他談民生，他說呢，我真的已經讓美國的物價大家都可以明顯感受到已經快速的飛快的下降了，包括汽車的價格現在也狂跌，火雞價格他說跌了33%，遭到美國的農業部打臉哦。他說今年火雞批發價不但沒跌還上升，但真相是火雞它本來就是一種虧本的商品，零售商通常會故意賣的比較便宜，把民眾拉進到賣場裡面去。好，第二顆震撼彈，他不斷的自誇的就是他說呢，美國的就業率、就業人口，他說創下了新高，新增就業100%哦，來自私部門。但是我們也要來看到最新公布的這個美國的就業率前11個月，我們來看到他說呢，裁員人數超過4000家企業，裁員人數超過了110萬人，較去年暴增了54%。光是11月份的失業率新增了70萬人，更是創下了4年來的新高。好，再來看到的是當中呢，幾家剛剛說了嘛，這個裁員人數最高的幾家企業，包括了提到了英特爾7.5萬人 ，UPS 4.8萬人，亞馬遜3萬，雀巢1.5萬，微軟1.5萬。Panasonic 1萬，但是實在是太多了，其實念不完。至於大家很關注的這個關稅問題，現在表現如何？川普他就說了，只要企業來美國設廠能夠
免關稅，就已經吸引到了大概有18兆的資金來這邊，涵蓋了各個範圍領域，包括了 AI。到汽車製造業等等，但是我們來看到高盛的最新數據顯示呢，這個有關於這個2025年美國消費者啊，一共是要吸收自己的關稅成本高達了55%，企業要吸收22%，外國出口商則是要吸收18%。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賴老師了，如何關注這一場18分鐘的演講？他不斷強調了物價下跌、就業創新高。川普現在要救自己啊，因為他本身面臨迫壓的危機了啊，因為甚至連 CNN 就直接說你已經是一個迫壓總統了。我想這個最主要有幾個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前一段時間的期中選舉的前哨戰，川普慘敗，不管是紐澤西州、紐約市啊的市長的選舉、州長的選舉，以及這個加州的這個選民。這個從劃分選區從劃分的問題，川普都輸了，所以很多人說你的期中選舉的前哨戰慘敗，那會影響到他的期中選舉。最近的民調都出來了，最近的民調總體上來講，它其實沒有下，39比上次的民調是38，其實還略微成長了1%啊，但是是在正誤誤差的3%之內，但是它的最大的危機是在於它 MAGA 的核心圈。已經分裂了，已經往下降了。之前他 MAGA 的核心圈大概是在26到29的支持度，可他現在跌到20上下的這樣的一個支持度，等於是重挫了6%左右。我想川普他最擔心的就在於，如果他的 MAGA 的核心支持度再往下跌的話，他對共和黨的控制力就會有問題。為什麼？共和黨本身這個他的當選與否要建立在他的基本盤，也就是川普的基本盤那個20%或是26%，他會構成他的共和黨的候選人，他不會落選，但是不一定當選。也就是說，這個話可能會有矛盾的。如果沒有這個川普的基本盤，他一定當選不了。所以他一定落選，所以他一定需要川普的基本盤。可是有了川普的基本盤，不一定能當選，那還要看他個人跟中間選民。可是他沒有川普的基本盤不行，川普就控制他的基本盤，能夠控制整個共和黨。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那川普現在要救他自己的時候，他該怎麼辦？我覺得他批拜登是有道理的，因為這4年以來，拜登把美國的經濟搞壞了，不斷的印鈔票，圖利他的盟友。但是問題就是，川普的關稅沒有辦法幫他解決問題。也就是說，他的關稅政策沒有辦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沒有辦法減低物價，沒有辦法使聯準會願意降息。我想這個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他的18分的演說我覺得對於很多的選民來說是不會買單。但是 MAGA 在這個部分裡面，他強調了軍人是他的鐵票。對。第二個就是藥品下降，這也對他來講是有幫助的。對。所以我個人覺得他的訴求對象已經很明白了。先鞏固住他的基本盤，他的戰略應該是放在明年。好，所以確實這一場演講到底民眾買不買單？我們先來看到一個最新的針對美國還有川普這個整體的民調，39%是認同他的整體施政的，只有39%。那再來就是說，認為他處理經濟處理的還可以的，只剩下33%。也就是說，這個真的過去拜登留下來的這個爛攤子，現在看起來民眾認為川普也沒有能力去解決。最後在生活成本控制的這一題上面，支持率更是只有27%，連這個諾貝爾經濟學家都出來講了，克魯曼他直接示警，美國經濟已經正式進入到衰退前期。尤其克魯曼特別提到了有關於美國的就業數據，他認為說疲弱到現在可以認真的去擔憂這件事情了，也就是衰退即將降臨。包括穆迪最新分析報告顯示，2026年美國經濟衰退幾率達到42%。委員怎麼看有關於明年2026美國的經濟衰退可能性？換上鴿派聯準會主席就能夠救經濟嗎？還有這一場18分鐘的演講，委員如何看？他18分鐘的演講當然是自吹自擂了，有的真的，有的假的，然後有的真的誇大，有的假的，基本上就是故意把它說得微不足道。
但整體來講的話，美國明年的經濟會什麼狀況？我個人認為會維持平盤，不會什麼好，也不會什麼壞。原因在哪裡？就是說，明年的確是因為關稅課徵的問題，使得很多的美國的生活水平上升。因為美國之所以能夠維持一個高生活水準，就依賴着進口廉價物品。那廉價物品上升了，咖啡漲，牛肉漲，然後 Costco 裡面每一樣都漲，因為跟關稅有關吶。那加上為了打地緣政治啊，打地缘這個競爭啊，搞亂七八糟的，所以唯一的經濟結果那是進口貨物漲了。那他想說要在美國自己生產。那美國自己生產什麼都貴啊，所以生活物品會上漲，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而且這是川普自己搞的，沒有別人搞的啊。那可是有沒有因為這樣子而很多的物品下跌？對，汽車真的是下跌。為什麼汽車下跌？因為以前汽車漲的時候是拜登的政策要淘汰燃油車，那現在他反而倒過來打壓新能源車，所以燃油車的繼續就原來的模具、原來的材料就繼續生產下去了。所以難免中古車會倒出來，所以整體汽車價格下跌哈。但是這個壞的方面也有一個好的方面，就是他拿着槍到全世界去要人家投資，所以資金在明年都會大量回流。大量回流的話，他的投資金額支出會大量增加。那同時呢，這個整個就業的數字也會增加。對。那現在所謂的失業率砍了很多，是因為結構在轉變。那很多過去 call center 的不用了，改用 AI 啦。這個很多的行業，可是基本上來講，雖然有裁了100多萬人，可是美國總共的就業數是大概800萬人。以上在運轉哈。當然，它3億多人口，大概有新增加700多萬，所以林總總來講，淨增加大概6萬多人。那是有史以來最少了，最少了。可是即使是如此這個失業率還輕微上升到大概1年多來最高的數字已經到4.6%。那4.6%就反映在很多的行業表示薪資就會降低再加上通貨膨脹雖然是很溫和，但是也超過美國人的忍受程度已經2.5% 以上了。所以整體來講，美國人日子不好過。那 GDP 虛胖因為他明年的 GDP 可能每一個人均所得 GDP 有可能會到達9萬塊美元。而相對的，中國大陸的 GDP 大概只有13000到15000塊，差距差不多6倍左右。可是問題是，在美國一個漢堡同樣的東西，在中國大陸至少快10倍所以中國大陸雖然是 GDP 少，但是問題它的生活水平並沒有比較差，原因也在這裡。所以我們整體來看，就是說明年會不會降息，要看那個聯準會主席是誰。如果是哈塞特這種降息國家隊，那就降息幅度就大了。那如果是那個什麼沃特，那個看起來不像是降息国家队，会降，但幅度不大。那這個時候就邊走邊看嘛。那如果降息幅度不夠的話，美國經濟會在平盤下來一點點，但是不會衰退。好，剛剛特別提到嘛，所以會不會降息這件事情，因為川普已經選了一個他希望是鴿派的聯準會主席上任。如果真的降息了，接下來對於美國經濟會比較好過嗎？這是第一個問題。順便也看到川普提出的是說要減稅，這一些問題加上一起的話，就能夠改變美國現在目前的狀況嗎？將軍又怎麼看？我不認為美國人民來講，在明年日子會比較好過。從幾件事情看出來，這次川普18分鐘演講，他演講的主題是什麼？是讓美國再次負擔得起。那是不是言下之意就是說，美國人民現在負擔不起他們一般基本的食衣住行、基本生活所必須支出的費用，老百姓負擔不起。所以川普這個演講很明顯的就是承認，換個角度來看，就是承認自己美國現在老百姓生活負擔很重。第二個，我們從一個數據上面就看得出來，就是美國川普現在今年的支持率，從他原來剛當選的47%跌落到現在剩下39%。那中間這個落差，我覺得對美國老百姓
那當然絕對不是因為你這個川普拿到有可能在加沙勸核止戰啊，或者是俄烏戰爭有所成效，獲得了這個這個支持率哈。我覺得很明顯的，這支持率會下滑，就是因為美國人民生活的比較艱苦，所以你的支持率會下降。那我想說會造成美國這種生活會比較貧困，有幾個原因。第一個來講，當然就是關稅的問題了。你美國自己，川普自己本身錯誤的關稅，你貿然去要求這些關稅，然後想要製造業再回到美國，但是沒想到的卻是讓進口的成本這個普遍的增加，尤其是說老百姓生活所要的日常生活所需的用品來講，不斷的增加。第二個來講，我覺得川普自己的個性有很大的關係哦。他自己承認自己是酒鬼個性，雖然說他滴酒不沾，但是他酒鬼的個性，什麼叫酒鬼個性呢？就是激進，然後這個變化莫測哈。喝了酒的人就經常胡說八道，所以人家為什麼講他Taco啊？為什麼講他激進？就是這個原因。在這種狀況下，我不認為他的新的經濟政策有助於美國明年老百姓的經濟生活改善。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